她看了一眼怪叫的水壶，又看了看正在洗头的丈夫，瞬间就想到了一个报复出轨男的好办法。跟你说800回了，不用烧开，温乎就行。我都听不懂说话的。今天是除夕，可一想到还在外面等丈夫的小三，她拎起水壶，眼神决绝地来到丈夫身边。兑凉水了吗？说话。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给我放了1995年除夕夜，东北怒江市发生一起杀夫惨案，被害人身中数十刀，浑身上下被烫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染红了整间屋子。当警方赶到后，饶是经验丰富的老刑侦都被现场的惨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女凶手在作案后不知所踪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更令警方没想到的是，这不是一起个案，而是一起藏着惊天真相的连环凶杀案。大家晚上9点好，前几天我讲悬案收获了1.1亿播放，今天我又找到一部比悬案更好看的剧《凛冬下的罪恶》。该剧由多起真实案例改编，讲述了在经济大萧条时代被血色浸红的东北大地，沉着冷静的杀人犯，心思缜密的抢劫犯，凶残暴虐的拐卖犯，只是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你胆战心惊。话不多说，咱们正片开讲。时间来到1998年，此时距案发已过3年，一个名叫沈栋梁的刑警被调至怒河，担任刑侦大队副队长。而随着他的到来，这起尘封3年的悬案才终于被撕开一角。开车的警员名叫文超，是队里新来的见习生。可两人刚从火车站出来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马路中央，文超躲闪不及，似乎已经撞到了她，两人瞬间愣在原地。两人立马下车查看，好在女人并未受伤，只是嘴里一直在重复她老公杀人了。沈队面色凝重，便在女人的指引下来到了她的家。开门的是女人的丈夫，在得知对方是警察后，蔡宝军突然有些紧张，因为就在几分钟前，他刚从里屋拖出来一个被草席严密包裹的物体，看起来很重，还在不停地往外渗血。宝军开着一家养猪场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屠夫，在当地口碑良好，只是他生来便有个缺陷，左腿比右腿短。叫啥名？蔡宝军。有人报警说你现在涉嫌杀人，配合点知道不？沈队独自上前查看，很快便发现了拖拽血迹。顺着血迹，他来到一辆面包车前，打开了面包车的后备箱，一捆带血的草席映入眼帘。可当他解开上面的绳子，竟发现只是一头死猪。不久后，当地警方赶到，对猪场展开全面排查。我就是个杀猪的，我看见那猪有点打蔫，可能是得了疫病了，所以先杀了，等检疫的来。没想到这猪一杀，你们倒上门了，就是闹误会了嘛。来人是刑警队长吴红兵，吴队只是看了一眼蔡宝军，就突然有种莫名的感觉。咱俩见过吗？好像没有。3年前，家属大院杀夫案。宝军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转瞬又打着哈哈搪塞了过去。这时一个男人匆匆赶来，他神色慌张，询问姐姐怎么了。原来他是蔡宝军的小舅子于涵。据于涵描述，姐姐于双患有严重的精神病，时常幻想丈夫是杀人犯，为了防止生出事端，她还专门去医院开了诊断证明。你姐夫杀人了。你刚才说杀人了？杀谁了？一个女的。啥时候杀的？记得吗？刚才。就刚才，不是，大前面山火猪名，是他杀的。虽然于双看起来像胡言乱语，但注意其中的几个关键词：山火猪年、腊月，杀了一个女人。犯过病的朋友都知道，精神病人的话虽然没有逻辑，但并非全都是假的。而山火猪年腊月所对应的时间段，正是1995年的杀夫案。你亲眼看见的吗？我亲眼看见的。不对，我杀的，你杀的。你这样突然，一直就是这样。由于没有发现尸体，警方只能暂时离开，但吴队却隐隐有种感觉，蔡宝军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同样有这种想法的还有沈队。这蔡宝军吧，我一直觉得他有问题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先把他。是不是还没报道呢？报道也是副队长吧？
叫你爸呢。两人是警校同学，曾经同吃同睡，亲如兄弟，却因为9年前的一桩悬案分道扬镳。沈队一直没有放弃，经过9年的调查后，终于画出了凶手的画像。而这次调来怒江，其实也是为了这个案子。等夜深人静时，于双正准备睡觉，蔡宝军却将其制止，然后一瘸一拐地来到床前，掀开被褥，提起床板。任谁都不会想到，床铺下面居然藏着一具女尸，而白天警察上门时，与尸体仅有几米之隔。但反观蔡宝军的反应，却显得格外镇定，由此警方才没有看出端倪，足见对方的心理素质之强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于双的精神状态日渐失常。双，可以睡了。之后，蔡宝军将女尸拖入屠宰室，先是放血分割，再剁成小块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。在他眼中，人的身体与猪肉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再烧掉女尸的衣服，他找到一张身份证，原来女人名叫王丽芬。沉思片刻后，他将身份证丢入火盆，抹除了关于女人的全部痕迹。翌日清晨，一锅鲜嫩的猪骨汤端上餐桌，新杀的猪，尝尝。可于双刚要喝，竟发现里面有一缕头发。蔡宝军神色淡定，只是用筷子将头发轻轻地挑了出来。不讲，喝吧。而另一边，文超查到了蔡宝军的案底。8年前，他曾因流氓罪进去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年的受害者就是于双。双，我宝娟儿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说？干啥呀？我有多喜欢你呀！如果这辈子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今天晚上就死在这里。那就去死吧你！借着酒劲儿，蔡宝军越来越大胆。好在2个警察下班路过，才将于双救了下来。得知这一线索后，警方当即找到于涵。作为于双的弟弟，他应该是了解最多的。可面对询问，他虽讲述了当年的事发经过，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恨意，反而话里话外都在维护蔡宝军。彼时正值国企改革，大批工人下岗，而于双就是其中的一员。这时蔡宝军出现了，不仅帮于涵交了学费，还给了姐姐一个依靠。此外，警方还了解到，于涵刚毕业就当上了精神科的医生，还娶了医院院长的女儿，可谓是名利双收。可他这么维护蔡宝军，究竟是为了报恩，还是另有所图呢？不久后，警方收到一则协查通告，有个叫王丽芬的女孩来怒江打工，却突然离奇失踪。因为是初来乍到，沈队便自告奋勇接下了这起案子。人家王丽芬失联已超过24个小时，家人在永州报案，只知道这人在怒河务工，其他线索除了这张照片啥也没有。我给你3天时间。用不着3天，1天半，36小时，人带到你面前。但他却没想到，王丽芬已经遇害，甚至早已被消化殆尽。之后，两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很快便有了线索。哎呀，错不了，丽芬是我这常客，总来。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？昨天上午。差不多9点来钟。据女老板回忆，丽芬说要去面试，在这里买了一瓶粉色指甲油。沈队让文超留下指甲油色号，说不定以后能用上。此外，老板还提供了丽芬的工作地，在一家名为午夜的迪厅。两人按图索骥，找到了迪厅老板。起初老板很不配合，好在吴队及时赶到，他才肯乖乖交代。王一芬在这工作吗？我们这儿一个卖酒的姑娘。老板说丽芬刚来不久，跟同事们还不太熟，但她有个常客。就那个金姐。哪个？总自己来跳舞那哥们儿，叫什么来着？叫我刚才还看见他了。你刚才看见他了？对。可当警员找到这人时，竟发现这人居然是蔡宝军，只不过换了一身行头，就像一个花花公子，与猪场屠夫毫不搭边。而蔡宝军的双面人设也加深了警方的怀疑。据他交代，他与丽芬只是普通朋友，从没做过越界的事。我刚才瞅你搁这边跳舞，你可挺好啊。老来呀，吴队，我家那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媳妇那病，对吧？我也是个正常人。也就我这点爱好，来这儿喝喝酒跳跳舞的，这不过分吧？丽芬失踪的时间是昨天，而根据同事所说，宝军上一次与丽芬见面是前天晚上，与失踪时间不符。由于没有证据，吴队只好放人。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，警方找到了王丽芬的住处。这里虽然已经没人了，但从生活痕迹来看，王丽芬应该还有个男朋友，因为文超在卧室里发现了许多男士用品。这王丽芬应该有个男朋友。刚才夜总会的时候，有人提的对象这事儿吗？
没有，我都说了单身呢。那她这男朋友应该拿不上台面。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丽芬的男朋友是谁。与此同时，蔡宝君回到养猪场，驻足在案板前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，细细回忆着诱杀丽芬的过程。前天晚上，他在酒吧与丽芬会面，他知道丽芬是外地人，迫切的想找一份高薪工作，于是他谎称自己认识很多大老板，可以帮丽芬介绍。哎呀，军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又给我冲业绩，又给我介绍活儿，我可咋谢谢你啊？第二天中午，蔡宝君以面试为由，将丽芬带至一间冷库，又趁丽芬不注意时，取出后备箱里的锤子。军哥，想到这里，蔡宝君嘴角扬笑，他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，因为长短腿的身体缺陷，他在嘲笑声和白眼中长大，性格自卑又敏感，成年后酒壮怂人胆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女神表白，却因为行为过激被余霜亲手送进监狱3年，没人知道这3年他是怎么过的。出狱后，他变得更加偏执，对女人的恨意也达到了顶峰，而他之所以把余霜留在身边，并非是出于爱慕，而是控制欲在作祟。一日清晨，余霜从梦中惊醒，他们找不到尸体的，找不到尸体，他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蔡宝君一直想要个孩子，但碍于余霜的精神状态，他每次都得把她绑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电话声却突然响起。喂，你好，是军哥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丽芬老家的朋友，他昨天早上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这儿能介绍活，让我问问你。蔡宝君神经紧绷，对方既然知道他与丽芬的事，那他就是唯一的知情者。如果被警方查到，那事情必定会败露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把电话里的女人杀死，才能永绝后患。你现在在哪里？而另一边，吴队还在纠结杀夫案，总觉得跟蔡宝君有关系，却又找不到关联。还有人间蒸发的凶手徐娟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徐娟是已经死亡了。你看，死者身中9刀，还被开水烫过，死相非常的惨烈，这现场也没有处理过。说明什么？说明徐娟已经失去理智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怎么可能冷静地躲避风控，顺利潜逃呢？这不现实啊！沈队分析，徐娟不可能人间蒸发，她既然已经杀了奸夫，肯定会去杀淫妇。也许就在这时，她被人杀害了。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徐娟的尸体。这时，文超发现了一个新情况：这王丽芬在老家有个叫陈晶的发小，我刚打去她母亲接的。老太太说，昨天半夜陈晶从永州来怒河投奔王丽芬了。说那个介绍工作，沈队当即部署行动，去火车站寻找陈晶。如今想来，凶手很可能打着介绍工作的幌子，把陈晶当成了下一个目标。与此同时，蔡宝君也来到了车站，他谨慎地环顾四周，竟意外发现了警察的身影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陈晶从车站走了出来。对了哥，我长卷发，明天我家穿身红，戴个墨镜，好认。不知道。陈晶照片刚传到车站派出所，咋还抓警服过来呢？快扯！见接站的人是警察，陈晶怕惹上麻烦，便偷偷离开了，而这也为蔡宝君创造了机会。不久后，蔡宝君顺利接上陈晶，陈晶还以为是好运来了，却不知等待他的将会是万丈深渊。这是今年最新上线的悬疑罪案剧，该剧以90年代为底色，上演了发生在东北土地上的血色往事。90年代末，国企改革，大批工人被迫下岗，无奈断了生计，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沉闷的气息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无数罪恶开始疯狂滋生，就像剧中的蔡宝君一样，他先是经历下岗，后来入狱3年，出狱后无奈成为一名屠夫。在时代车轮的碾压下，他心中的怨念越来越深。正如贾樟柯所言，时代让人变得颠沛流离，而蔡宝君和余霜就是被时代撞倒的人。90年代的东北不是某个标签化的怀旧符号，而是一整代人的伤痕史。剧中最令人心寒的不是凶手的手段有多残忍，而是整个环境的麻木。人们闭着眼，捂着耳，各自在生活的泥泞里挣扎。这种集体的漠然比任何刀刃都更锋利，它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将怒河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窖，罪恶在其中滋生蔓延，却没人听见它的声响。